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期影片我们继续来聊36计之第一套圣战计，第3计借刀杀人。借刀杀人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子贡祭除吴王夫差的故事。春秋末期，齐简公兴兵伐鲁，鲁国实力不敌，形势危急。孔子的学生子贡分析形势，认为只有吴国可与齐国抗衡，可以借吴国的力量挫败齐国。于是子贡游说其向田常。当时田常蓄谋篡位，急欲铲除异己。子贡以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的道理，劝他莫让政敌借攻打弱小的鲁国，获得功名，扩大势力，而应先攻打吴国，借强国之手铲除异己。田常心动，但因齐国已做好攻打鲁国的部署，转而进攻吴国，有点师出无名。子贡就说：“这事很好办，我马上去劝说吴国救鲁伐齐，这不是就有了攻打吴国的理由了吗？”田常高兴地同意了。子贡立即赶往吴国游说吴王夫差，如果齐国攻下鲁国，齐国的势力将更加强大，强大之后必将伐吴。大王不如先下手为强，联鲁攻齐，打败齐国后，吴国自然可以抗衡强劲，成就霸业了。然后子贡又马不停蹄地游说越国，派兵随吴伐齐，解决了吴王的后顾之忧。子贡游说3国，达到了预期目标。他又想到吴国战胜齐国之后，定会要挟鲁国，鲁国仍会有危机，于是又偷偷跑到晋国，向晋定公陈述利害。一旦吴国伐鲁成功，必定转而攻晋，争霸中原。晋国应该加紧备战，以防吴国进犯。西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亲自挂帅，率10万精兵及3000越兵攻打齐国，鲁国立即派兵助战。齐军中吴军诱敌之际，陷于重围，齐师大败。主帅国叔及几员大将死于乱军之中，齐国只得请罪求和。夫差大获全胜之后，开始骄傲狂妄，又立即移师攻打晋国。晋国因早有准备，顺利击退吴军。这样，子贡充分利用齐、吴、鲁、晋4国的矛盾，巧妙周旋，借吴国之刀击败齐国，借晋国之刀灭了吴国的威风。鲁国损失微小，却得以从危难中解脱。借刀杀人的本意是自己不出面，而借他人之手来除掉自己的敌人。按照本纪的解释，借刀杀人一计使用的时机和内容是敌已明，有未定，引有杀敌，不自出力。这里的敌、有、自都是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是对任何时候战争态势下存在的3种力量关系的概括描述。因此，此计的适应范围涵盖了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面。借刀可以理解为借用他人之力，有及敌对双方之外第3者的力量。刀既可以是军事援助、外交支持、道义支持，也可以是建立同盟，甚至可以指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态势。借包含多方面内容，如以逸待劳、因势利导、欺敌误敌等。至于杀人，主要是指打击或消灭敌对的一方，它既可以指打败敌对的同盟、敌国的某支部队，也可以指离间和拆散敌国联盟，破坏敌人战略企图等。借刀之所以能杀人，关键在于能否对敌友自3方利益关系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司马迁曾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家关系也是如此，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此，能否准确把握和利用利益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战略态势，实现自己的利益，是一门十分高深的学问。在战略层面，每当出现多个政权分立、处于多极斗争态势时，实施借刀杀人，利用利益和矛盾关系以谋求国家的安全利益，就是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存在各种不同力量的世界上，各方力量的消和长互为作用，导致战略格局的动态变化。此时借刀来制定正确的结盟政策，无疑是必要的。在战役、战斗层面，
借刀杀人表现为利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孤立和削弱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总之，借刀杀人是利用第三者力量制造和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是战争指导者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手段。借刀杀人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却大有讲究。要想借得成功，首先必须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主动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准确把握各方利益关系，对症下药，使己方处于主动地位，最终实现杀人的目的。结语：地名有未定，引有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敌人已经明确，有方的态度还没有确定，要引导有方去和敌人作战，而不必消耗自己的力量。其间的奥妙可以用易经损卦的道理来加以推演。暗语：敌象已露，而另一势力更张，将有所为，便应借此力以毁敌人。如子贡之存鲁，乱齐，破吴，强晋。敌人的本相已经暴露，而另一股势力正想改弦更张，希望有所作为，这时便应借助这股力量来摧毁敌人。就像当年子贡使鲁国得以保存，使齐国陷入混乱，使吴国走向灭亡，使晋国变得强大的做法一样。战例：长孙晟离强河弱，平突厥。开皇元年，西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建国之初，隋朝北有突厥汗国的袭扰，南有陈国与己对峙，可谓两面受敌。慎重权衡后，隋文帝杨坚制定了先击突厥定北方，后伐南陈统全国的战略。同年，突厥因内讧分裂为5部，其中佗波支直摄图，号称沙钵略可汗，建牙帐于都金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脉。在5部之中，势力最为强大，且占据突厥腹心地带。面对突厥的骚扰，隋朝大臣长孙晟上书称，沙钵略可汗虽继位为首领，但其他4可汗达头、大罗辩、毗罗、不离并不服他。摄图可汗之弟处罗拥有东部的西今蒙古国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和契丹今辽宁辽河上游一带等地区，号称突利可汗。他在突厥虽很得人心，但为摄图所不容，受摄图的猜忌和排挤。另外，达头可汗人多势众，而地位反在摄图之下，表面上虽与摄图相安无事，其实两人积怨极深。另外，大罗辩可汗则惯于由夷其强观望。鉴于突厥各部貌合神离、各怀鬼胎的现状，长孙晟提出可用计先让其自相残杀，互相削弱，然后再一举出兵征讨。杨坚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立即派使者前往突厥，在各部落间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扶此一彼，进行分化瓦解。隋文帝先派太仆元辉带厚礼出使伊吾（今新疆哈密），结好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并故意将其使者的位次列在摄图可汗使者之上，对达头和摄图挑拨离间。同时，长孙晟又联络西、契丹等部落首领，并诱使处罗归附隋朝。这样，隋朝顺利地将突厥各部中2个实力最强的可汗拉拢到己方。开皇2年，西元582年5月，摄图以40万人马大举南下，越过长城，深入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但达头可汗不愿与隋为敌，撤兵回到伊吾。长孙晟趁机散布谣言，说漠北的铁勒等部族趁摄图大军南下之机反叛，将袭击摄图大本营。摄图为防后院起火，急忙回师塞外。次年，摄图又强拉大罗便入寇，但由于各怀鬼胎，未能成行。来年4月，杨坚经过为期3年的准备，下令对突厥进行战略反击。行军元帅魏王杨爽率22万大军分3路出击突厥。河间王杨洪、夏州总管窦卢济等率军7万作为主力，以河套为主攻方向打击摄图。幽州总管殷寿和荆州总管窦荣定则分别率隋军从东西2翼出击，以策应中路大军。这次战争重创摄图军，攻下合龙（今辽宁朝阳）。开皇4年，西元584年，
达头和摄图相继俯首请求和亲。此时，大罗便可汗却在其他各部突厥的互相攻伐中逐渐做大。隋文帝继续实施扶弱抑强的既定战略，转而支持摄图以抑制大罗便。摄图感激不尽，上表称臣表示今后再不袭扰中原，且愿为隋朝戍守边疆。这样，隋朝终于在避免大规模用兵的情况下，成功将突厥纳入朝贡体系，解除了北部边疆的威胁，从而可以腾出手对付南陈，从事统一大业了。曹操借刀杀人定河北。建安7年（西元202年）正月，在官渡之战中一败涂地的袁绍病逝。次年3月，曹操亲率大军以破竹之势攻占黎阳，兵临冀州城下，并于城郊击破袁军。大敌当前，袁氏内部矛盾已一度缓和。袁绍的几个儿子袁尚、袁谭、袁熙以及大将高干等合力死守，致使曹军久攻不下。曹操的谋士郭嘉提议，袁绍废长子袁谭，而立幼子袁尚为继承人，废长立幼，定会造成袁氏兄弟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袁绍手下的谋士郭图、冯骥各怀鬼胎，各拥一方。此时不如先引兵南下，佯攻荆州刘表，视之无益于河北。待袁氏内讧重启，再回军北上，扫平冀州。曹操听从郭嘉之计，下令南撤佯攻刘表，暗中却部署贾诩守黎阳，曹洪守官渡。不出郭嘉所料，曹军刚撤到西平（今河南西平），探马飞奔来报，说袁谭、袁尚兄弟二人已经开战，袁谭兵败退出冀州。曹操遂挥师北上，大败袁尚，又杀死袁谭，从而将河北这一战略要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料之后，袁尚、袁熙转而投靠辽东公孙康，曹操部将夏侯惇等人都劝曹操征讨公孙康，但深通兵法韬略的曹操思虑再三，决定再次运用借刀杀人之计，坐收渔人之利。他对部将们说：“我可以让公孙康斩了袁尚、袁熙的首级，自动送上门来。”建安12年（西元207年）9月，曹操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退军。行军途中，公孙康果然派人送来了2员的人头。面对众将的不解，曹操解释，公孙康对2员一向心存疑忌，我如果操之过急地去征讨，反而促使他们抱团共同抵抗。相反，我撤兵回师，他们便会因各怀鬼胎，互相猜疑而自相残杀。众将无不惊叹曹操的神机妙算。那么好，这期影片就先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